前3期视频展示和介绍了打印机性能、打印效果以及硬件框架的组装过程。完成框架组装就完成了一大半了，接下来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步：固件、编译和下载。如果一切顺利，编译成功，下载成功，那是非常快的，几分钟就可以搞定。如果你是一个小白，建议你使用和我一样的硬件，比如主板、触摸屏、固件键机驱动，一样的组装方式，比如双线位，以及一样的固件代码。代码我稍后会提供。需要准备的材料包括 VS Code 软件、Platform IO IDE 插件以及马林固件程序。VS Code 我们从官网下载，点击 Download， 选择 Windows， 现在已经开始下载了。下载完成，单机运行这个程序。一步一步安装即可，非常简单。点击安装后，很快就会安装完成。我已经安装好了，所以这里先点取消。安装完成后，安装 Platform 插件，在这里搜索 Platform， 出来了 Platform IO IDE 4.3兆次下载，点击安装。现在已经安装完成。固件程序可以从 GitHub 下载源码，也可以选择使用我提供的配置好的代码。如果在 GitHub 上下载，搜索马林 M 大写，就是这个。我使用的是这个版本 2.0.9.5， 选择这个版本之后，下载 ZIP。如果要用我配置好的代码，可以根据我提供的链接进入到语雀这个页面，语雀文档这个页面。如果你没有自己的语雀账号的话，我在无痕模式演示一下。这个页面是公开的，不需要登录就可以查看。但是这个压缩包附件是需要登录的，可以用微信登录。这里提一下，语雀这个平台是支付宝是阿里旗下的，非常安全，可以放心使用。扫码登录后，再回到这个页面就可以下载了，很快就会下载好。我提供的这个版本是 2.0.9.5.3。我们先用 PyCharm 比较一下我配置前后有哪些做了改变。这步骤大家不用去操作，我现在用 PyCharm 是方便对比。我对比一下这两个文件夹，比较目录。在这儿可以看到对比结果，这两个文件是不同的。这个文件在这里面没有，这个可以忽略，是 VS Code 的一个配置文件。然后先看这个里面修改的部分最多。第一个不同是控制板的型号，我用的是 MKS GNL V21 V2.1。这里不同，这个都注释掉了，可以忽略。然后这里启用了一个 Z2， 其实是用到了双 Z 轴，所以这里要启用2个 Z 轴，这个和这个。对传感器
温度传感器，热传温度传感器，给它启用。这里是温度保护的最小温度，是加热图的最小温度，超过这个最小温度，打印机才会工作。因为我是在冬天制作的，气温已经在5度以下了，所以说如果是默认的5度的话，打印机是不工作的。我给它调到0度就正常工作了。这个加热图1，这个可以忽略，没有用到。然后这个热传最小温度也是0度。这个 PID 参数暂时可以使用默认的参数，或者是我提供的这个参数。这个参数是需要后期调试的，就是 PID 调参，用于温度调节的一个 PID 参数。然后这里是启用了一个 Xmax， 这也是用于双限位才启用的。例如双限位借用了这个 Xmax。这里有不同 ，True 和 False 不同。这个是限位开关的一个连接状态 ，NC 是长闭 ，NO 是长开。如果用长开模式的话，要配成 True。我在打印机接线的时候用的就是长开模式，把这4个配成 True。这里是部件电机的细分参数，这是根据用到的同步轮进行计算的。如果你的硬件是按照我的清单采购的，那么可以使用这个参数。这是最大加速度，这里也是加速度配置。然后这里是控制 XYZ 轴转向、反向的。如果在调试中发现某一个轴运动方向不对，相反了，可以把这里取反 ，True 改成 False 或者 False 改成 True。这个也是。热传尺寸220。这是耗材的一个温度参数，最适合的温度是多少就写多少。根据不同厂家的耗材，需要去改变它。这个 configuration 点 h 已经配置完了，现在已经跳到了这个 adv 点 h。这个文件只有一条改动，就是把这个取消注释，这是开启 Z 轴的多线位。到此已经结束。从 VS Code 里打开我们的固件程序。这是我配置好的固件程序。打开之后会自动加载，这里刚才显示了正在激活插件。好，稍等了10秒左右，就自动激活插件。可以看到左下角有一些命令按钮。如果此时右下角有显示正在配置 Platform IO IDE， 可以等进度完成再进行编译操作。如果是修改配置，那没关系，可以直接修改。然后编译操作要选到固件这个文件夹的根目录，点击这个对号就是编译。一会儿会有黄色的，可能会有黄色的警告，但是这些都没有影响，只要最后显示编译成功 successful 绿色的 successful 出来，就意味着编译成功。花了22秒，编译成功。成功之后就可以上传，其实就是将固件上传到开发板，也可以说是下载到开发板。这个时候需要把开发板通过 USB 连接到电脑，然后点击这个箭头按钮。由于我现在没有开发板，我现在身边没有开发板，所以点上传的话会报错，报一个 USB 没有设备。可以看到 file 的失败。然后我这儿有
在家录制好的一个编译、一个上传的视频。正常情况是这样的。这个声音就是电脑识别到设备的声音，然后刚才也看到端口中有 COM3 这个串口。好，现在已经下载完成，我们拔掉 USB， 到这里就可以去进行打印测试了。可以用触摸屏控制打印机的运动，看是否有效。到这里看到打印机能动，我就已经放心了很多。然后我简单尝试设计了一个3维模型，进行了切片，然后把切片后的文件放到内存卡中，再插到触摸屏里，可以在触摸屏中查看到这个3维模型，进行打印。看到打印机能打印出东西，这时候已经非常兴奋了。但是其实它的打印效果还是非常的不好，比如说边缘这里就已经翘起来了。后来发现是因为层高的关系，跟层高有关。也因此呢，其实后期还有许多调试和优化的空间，然后去驾驭这台打印机。再补充一点 ，platform.io.ii。这里的环境如果和开发版不一致的话，要修改成开发版对应的环境，不然的话上传应该是会报错的。最后这个文档提供了一些参考链接，点击可以直接跳转。然后是一些必要的步骤。一些配置的含义和说明，以及编译和下载。最后是我的马林固件，配置好的固件可以下载。如果文档有更新，也会同步更新的，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链接去访问，链接我会放到评论区或者简介。本期视频已经结束，关于打印机接下来的优化调试以及切片软件、建模软件的使用，请关注下集。